突如其来的大雾以吞噬一切的速度笼罩整个小区，直到有人在雾中伸出手，指尖瞬间发黑溃烂时，人们才惊觉这不是天气，而是一场残酷的狩猎。我正被窗外尖锐的警报声吵醒，屏幕上跳出一条未署名通知，字体冰冷的像雾里的霜。亲爱的居民们，本小区已被浓雾封锁，7日后雾气消散。为确保生存，务必遵守以下规则。规则1：雾气里面含有剧毒，严禁直接接触大雾。规则2：家是安全区，但是每家仅限单人居住时才会生效。规则3：若家里有其他人，必须遵守每个家庭中的家庭附加规则。规则4：家中并非绝对安全，时刻保持警惕。规则5：冰箱内的食物只能吃1天。规则6：夜晚饥饿感会急剧放大，如果白天不吃饭，晚上大概率饿死。规则7：若是食物吃完，可以下楼购买食物。规则8：社区没有服务人员，任何敲门声绝对不要回应。规则9：大雾期间禁止出门。规则10：不要相信任何人，一切以自保为上。再强调一遍，请大家遵守以上规则。希望我们7天后的晴天再见。我以为是恶作剧，正要锁屏继续睡觉，单元业主群已经炸开了锅。有的人吐槽无聊恶作剧，有的人质疑精准推送，群里消息爆炸，消息响个不停，直到一张照片被抛出。群友408住户发了一张照片，照片中一个男子趴在阳台外，浑身发黑如炭，手臂还保持着伸出雾中的姿势。我吓出一身冷汗，立刻在群里询问是怎么回事。我老公不信邪，开窗把手伸到外面，就这样了。Oh my god， 规则都是真的，我们完了。只要遵守规则就可以了吧？不应该吧？这规则里面有好多矛盾的地方。每个人家里是安全的，但只能住1个人才有效。这栋楼也不是单身公寓啊，一家3口怎么住？单人安全区就是让我们骨肉相残。冰箱里的食物只能吃1天，不能出门，又要采购，这是逼死我们。家里既是安全的，有时也是不安全的，只能有1个人。为什么还说若是有人时，请遵守家里的附加规则？这些消息一定有真有假。我又从床上爬起来，冲到冰箱前，里面的蔬菜早已腐烂发黑，仅剩半袋大米和几包挂面，刚好够1天的量。我煮了碗清汤寡水的粥，刚喝2口，手机再次震动。亲爱的居民们，规则11：家中不能留存尸体，否则将引来怪物。我猛地拉开窗帘，雾浓得像凝固的墨，5、6米外的楼栋只剩模糊轮廓。突然，隔壁传来开窗声，紧接着是重物落地的闷响，是有人被推下去了，还是别的什么？我不敢深想，死拉上窗帘，后背已被冷汗浸透。幸好我自己1个人住，可这末日里，人心比怪更可怕。咚咚咚，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，伴随着刻意温柔的男性声音：您好，我是社区服务人员，您家漏水需要检修，麻烦开下门。规则8中明确说，社区没有服务人员，任何敲门声绝对不要回应。我打开手机，小区业主群早就炸了锅。我家也有人敲门，说楼下反映漏水，千万别开，这是陷阱，谁开门谁就是傻子。敲门声越来越重，想要砸穿门板。突然，隔壁408传来一声短促的尖叫。很快，粘稠的腐败物顺着门缝渗过来，让人作呕。我用仅剩的挂面做了碗葱油面，刚吃2口，面条突然发黑发霉，恶臭扑鼻。看来食物有时间限制，过了某个节点就会自动腐烂，根本留不到第2天。明天的食物怎么办？规则6：夜晚饥饿感会急剧放大，晚上大概率饿死。矛盾背后或许是警告而非禁令。看来出门有死的可能，不出门则是必死。难道屋里也藏着某种威胁？是怪物吗？我正纠结要不要拼一把的时候，手机第3次更新规则，穿防护服出门就不怕雾气了。家里没有这东西。刚吐槽完，敲门声又响起，只不过只敲了2下。我从猫眼望去，门外空无一人，只有一套防护服。我迅速穿好防护服，检查完每一处接口，在群里留了句门外有防护装备，大家想出门的话可以穿上后，便推门下楼，冲入浓雾。路灯在空中折射出森森绿光，脚下的路湿滑黏腻，像是踩在某种生物的粘液上。我凭借着记忆摸索着道路，走到超市门口。超市门口竖着一块黑板，
上面的粉笔字歪扭狰狞。上面是新的规则：规则1，可以购买肉类食品，但是绝对不能吃。规则2，虽然肉包子很好吃，但是超市不卖肉包子。规则3，每天的蔬菜都很新鲜，但是隔夜蔬菜一定不可以吃。规则4，每人仅限购买1天口粮。规则5，餐厅区域的食物禁止食用。规则6，每日仅供应30人份食物，只有30份。这分明是在怂恿自相残杀啊！越来越多的人涌向超市，我赶忙也跑了进去。你是409的丸子？有人拍我肩膀，声音隔着防毒面具有些模糊，但我还是听出了他的声音。是我楼上509的独居住户坤哥，里面全是速食方便面。看来我们想的都一样，肉不能吃，菜的话，因为我们都不是专业人员，谁都不能分辨出是哪天的。小区里的超市又没有米和面条，剩下的只有方便面了。我点头附和，正要转身，却瞥见他盯着肉柜出神，那些肉类泛着诡异的油光，像有魔力般勾着食欲。我强行移开目光，将坤哥拽去旁边，从货架拿了6袋方便面后，准备排队结账。你下来的时候注意到了吗？楼下面很干净。我没有意识到坤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每家只能住1个人，就算是1家2口，这么多家，下面也该是尸山血海才对。但是刚才看地面却很干净，没有尸体，连血迹也没有。那尸体能去哪儿？听到这，我毛骨悚然。我往超市门口看去，发现此时超市门已经关上了，外面徘徊着不少人，那块黑板也消失了。看来30个人进来后，黑板就会自动消失，那后面的人岂不是看不到这些消息，也买不了东西了？我叹了一口气，看来不能轻易出去了，这不得8层皮。规则可没说不能抢啊，谁都不想死。现在超市里的人成了待宰的羔羊。很快轮到我们结账，手机突然又弹出更新，亲爱的居民们，规则更新。规则13，遇到无防护者立即远离，切勿接触。规则14，即便是有防毒面具和防护服的人，也不能完全相信他们，很有可能是怪物假扮的。规则15，超市和食堂里的肉不能带出去。人群瞬间炸开，警惕地拉开距离，货架被撞倒。我突然抓起一盒猪肉，快步走到门口，在拉开门的瞬间将肉扔了出去，随即狠狠关上门。你疯了！我嘘了一声，让他好好看看外面。只听见从外面传来一阵打斗的声音，透过窗户看去，只见一群人疯狂争抢这块肉，没抢到的人不断咒骂，疯狂地砸门。防护时效快到了，再不走就回不去了。我把方便面塞进防护服内侧，坤哥也有样学样，趁着人少，我们迅速冲了出去。外面早就有人在等着了。把吃的交出来！为首的男人目露凶光，伸手就来抢，我侧身躲开，顺势踹在他膝盖上。坤哥也不含糊，一拳砸在对方面门上。我们2人默契十足，转眼就冲开重围，朝着家的方向狂奔。等跑远了，将那群人甩开，我们才缓了下来，戴着防毒面具，实在有点喘不过气。突然从屋里传来孩童的哭声，一个瘦弱的小女孩坐在绿化带旁的长椅上，脸上满是泪痕。哥哥，我的防护装备被抢了，能不能借我用用？小女孩一边哭一边朝我们走来，一把抱住我的腿，瞬间一股寒气袭来。没有防护服，她怎么能在屋里存活？是怪物！我直接甩开小女孩，拽了坤哥一把，头也不回地往前跑。哥哥，我真的好疼啊！求求你们帮帮我！他喊了半天，见我们没理他，重新爬上椅子，继续坐好。为了一探究竟，我和坤哥躲在灌木丛后，看见一个穿防护服的男人，于心不忍，脱下装备递给他。下一秒，男人浑身发黑，倒在屋里抽搐。小女孩站起身，嘴角裂开，夸张的弧度扑上去啃噬起来。片刻后，男人只剩下一张完整的皮囊，小女孩像虫子般钻了进去。皮囊缓缓站起身，变成了男人的模样。我和坤哥吓得魂飞魄散，拔腿就跑，拼尽全力往家跑。回到家，我瘫坐在地上，摘下防毒面具，大口喘气，看了眼业主群。这时里面已经少了很多人说话，看来不少人遇难了。坤哥拉了个4人小群，群成员都是独居住户，除了我们，还有203的阿泽和307的小雅。我觉得这里不简单，要想活下去，咱们应该合作，互相分享各自获得的情报。我支持坤少这个提议，毕竟无论如何，
我都没办法和那些杀过亲人的人合作，说不准什么时候他们就会在背后给你一刀。我跟着在群里附和道，现在这种情况，我们携手合作，生存的几率将大大提高。我和坤哥今天去的是超市，你们俩去的是哪？超市关门了，我们去了餐厅。什么？你们的食物在餐厅买的？看到两人的肯定回复，我连忙将超市门口的规则发到了群里，我还特别标红了那条规则：超市生存规则5，餐厅区域的食物禁止食用。片刻后，阿泽也把餐厅的规则发过来。规则1，餐厅提供美味食物，保质期24小时。规则2，免费肉包，禁止打包外带。规则3，餐厅闭店期间禁止留人。规则4，今天提供100人份，先到先得。规则5，切忌食用超市任何食物。我有点懵逼，规则矛盾，难道有假？这超市有肉包品类，但是没有卖，而餐厅却有卖。餐厅从超市进货，超市肉不能吃。如果肉包子也是超市的，卖给了餐厅，那餐厅肉包子是不是也不能吃？这时坤哥在群里问道。有，全是素菜，肉是抢不过而已。我大脑飞转，餐厅除肉包，没大不同。正思索着，身后传来熟悉声音：丸子，太阳晒屁股了，爸妈做好饭了，快起来吃饭。来了，我顺口答应。刚要起身，突然意识到不对，自己一人住，怎么有人在我家里？我总算理解规则3了，若家里有其他人，必须遵守每个家庭中的家庭附加规则。这时手机再次响起，亲爱的居民们，规则更新，规则16，家里人惧怕服务人员会给他们开门。规则17，务必锁好大门，否则服务人员会闯入。规则18，门坏了，立即到没有活人屋子暂住1晚，切记只能1晚，不然家里人会生气。我立刻在群上告知他们3个现在的状况，这莫名多出的2人实在令人毛骨悚然。突然门被推开，丸子怎么还不出来吃饭？就知道玩手机。你都多大了，还不让人省点心？我猛地回头，发现竟然是隔壁408的邻居，他们不是死了吗？这时我才理解规则4的表述。家中并非绝对安全，时刻保持警惕。在家中时刻警惕的就是这种情况。想起昨晚怪物进食，他们是披人皮的怪物，看来现在只能谨言慎行，随机应变了。我强行扯动嘴角，脸上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僵硬笑脸。我不管多大，也还是你们的乖孩子呀。那行，你搞快点。正在换衣服，突然摸到了口袋里有东西，掏出来一看，竟是一张沾血的纸条。打开一看，发现竟然是一份家庭附加规则。规则1，在不知原材料来源时，不要吃家里人做的饭规。规则2，如果不想被做成饭菜，远离厨房。规则3，洗手间内绝对不能照镜子。规则4，洗手间马桶是安全区，但是只能在上面待半小时。规则5，如果洗手间有声音，不要理会。我走出卧室，肉汤香气直冲鼻腔，勾得人食指大动。我咽了咽口水，默默拿出怀里的酸菜方便面。贾妈见状，怒气值爆表，直接发飙：我做的饭就这么难吃吗？你怎么不吃？听见没有？快点过来吃，别惹你妈生气，不然揍死你。贾爹边说边端着肉汤走过来，一副不喝就死的样子。我看着碗里的汤汁浓稠发黑，里面甚至还漂浮着细碎的毛发，不禁心里一阵犯嘀咕。我急中生智，在贾爹走过来时顺势站起来，撞到他的手，肉汤洒了一地。妈，我在减肥呢。女朋友嫌我胖，我挤出僵硬的笑。我先去房间换衣服。你小子终于开窍了，算了，不耽误你追女孩子了。既然你不吃，去厨房帮我把做好的饭菜端过来。我去奶奶的，这是让我去端饭，还是把我做成饭啊？妈，您做的饭太好吃了，我怕忍不住偷吃，减肥就前功尽弃了，我还是锻炼去吧，争取快点拿下。我马上逃回房间，刚关上门，就听见客厅传来咀嚼骨头的声响，清脆的令人头皮发麻。我长舒了一口气，再次拿起手机查看小区业主群，很少有人说话，估计都有了自己的小团队。不过4人群里有未读消息：家人们，救命啊！老子母胎单身这么多年，今天给我整了一个男朋友，但问题是，老子是男的啊！我直接笑出了声，
随后在群里打字提示兄弟小心一点，家里人可能会给社区服务人员开门。刚敲完字发送出去，外面突然传来敲门声。开门，楼下反映你们楼上漏水。完蛋，假爸假妈肯定要去开门了。我瞬间冲进洗手间，坐在马桶上假装玩手机，希望可以躲过一劫。听到大门被打开的声音，紧接着是凌乱的脚步声。片刻宁静后，厕所门被打开，一个社区服务人员拎着工具箱走了进来，然后蹲在洗手台下面开始维修起来。我突然想起来，家庭附加规则4，洗手间马桶是安全区，但是只能在上面待半小时，在线等挺急的，他们要是半个小时不走怎么办？我家也是，不过我的是浴缸里，是安全的，我也只能待半个小时。一一对比他们发来的规则，虽然大同小异，但是有一条是相同的，就是在洗手间内绝对不能照镜子。但是怎么让他们主动照镜子，却始终没有头绪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转眼就只剩下5分钟，但是这个社区服务人员一点走的意思都没有。我壮起胆子，师傅，能帮我擦擦镜子吗？你说什么？社区服务人员猛地回头，一双猩红的眼珠子紧紧地盯着我。你怎么还不起来？听到这，我心脏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我强装便秘人士，师傅理解一下，不照镜子我拉不出来，辛苦您帮我擦擦镜子。社区服务人员盯着我看了一会，起身在镜子上面擦拭。当镜面变得清晰的瞬间，他发出刺耳的尖叫，转身狂奔而出。镜子再次恢复雾蒙蒙的状态，直到外面彻底没了动静。我彻底松了口气，刚站起身，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声音：照照镜子吧。我连忙冲了出去，贾爹看到我出来后问道：修好了吗？别让楼下又打电话投诉。修好了，修好了。我嘴里应付着，身体却往大门方向靠近，却发现怎么也锁不上门。仔细一看，锁镜被破坏掉了，估计是被刚才那个社区服务人员撞坏了，看来得另外找个地方住一晚。隔壁邻居家应该可以，只是不知道有没有锁门。我看着贾爹腰间挂着一串钥匙，必须得想办法搞到手。如果他们也是怪物的话，厕所里的镜子应该也是有用的吧。我又返回洗手间，关上门照照镜子吧。那个声音再次响起，我有点犹豫。镜子朦朦胧胧的，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，我站在镜子旁，用手擦去雾。突然镜子里伸出一只手，手里拿着一张纸条。我慢慢的凑过去，发现镜子里面还是我自己，只不过里面的我闭着眼睛。我小心翼翼接过纸条，镜子再次恢复雾蒙蒙的状态。打开纸条，如果你能走到这一步，说明你的意识是清醒的。那么接下来你要记住真实规则。规则1，肉类是怪物的食物，素食可安全食用。规则2，如果门锁坏了，可以去门卫室找门卫，他会帮忙维修。规则3，镜子能揭穿怪物的伪装，怪物最惧怕镜子。规则4，你可以回应洗手间里的声音。规则5，没有活人的屋子不会上锁，禁止和死去的人交换任何东西，否则会付出相应的代价。规则6，务必时刻确保自己意识清醒。这么看来，家庭规则中的第3条、第5条是错误的。我第一次意识到动脑是多么痛苦。那些矛盾的规则都是为了混淆视听，逼我们犯错。但是这里说的也是真的吗？还是说这也是某种东西刻意混淆我们的手段？按照这个新规则推算，只有手机里发送的规则是正确的。餐厅、超市、家里的线下规则都与手机规则冲突，现在没办法，只能赌了。到了晚上，雾好像变浓了，我穿好防护服和防毒面具，迅速赶往超市。超市黑板上还是之前那几条规则，只有最后一条有点变动。规则6，超市只能提供20人的食物。还好我来得够快，不然就要饿死了。我迅速选完东西，发现和昨天一样，门口还堵着特别多人。鉴于昨天发生的事情，我决定在超市里苟一会，拿出手机打开私人小群。你们有人是去餐厅的吗？那边规则变动了吗？我们去了餐厅，这边只提供50人的饭菜。现在荤菜30份，
蔬菜只有20份。按照现在规则来看，如果肉类不能吃，那么餐厅能吃的东西跟超市这边一样，也是20份。坤哥在群里继续分析说，按照一天少10份的情况来看，第3天也就是明天只剩下10份，等到第4天可能就彻底断供了。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那我们必须在第4天晚上逃离这里。规则说大雾7天后就消散了，而且你们只是猜测而已。万一第4天晚上还供应呢？就算是真的，那该怎么离开呢？不要忘了，有的规则是错误的。你以为门卫会好心放我们离开吗？听到提起门卫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。镜子给到的新规则2提到，如果门锁坏了，可以去门卫室找门卫，他会帮忙维修。我把食物放进衣服下面，从窗户爬出去后，直冲门卫室跑去。小区大门亮着一盏小灯，昏暗无比，外面仿佛是无尽的黑暗深渊。我敲响门卫室的门，你好，我是2栋409的住户，我家门锁坏了，能麻烦你帮忙修一下吗？过了许久，门卫室里才传出声音，可以，明天下午2点半去。我四处张望，希望能有所发现，果然在门上贴着海报，边角后面找到了隐藏规则。门卫室里有监控中心，可以观察小区每个角落的情况。修门锁时，家里只能有活人。门卫室里是一对双胞胎兄弟，只有一个人会修门锁，需自行辨别。每天晚上，所有人必须回到家里。门卫晚上会巡视，别被抓到，否则会被永远困在门卫室里。我真是无力吐槽了，修个门还这么多事。时间快到了，我火速跑回家，可到了门口停住了，转身拐进了邻居家，锁上门，随便找了个卧室睡觉。等隔天早上，我返回家里，假爸假妈坐在沙发上，面无表情。去哪了？怎么一晚上没回来？你老婆昨夜一晚上都没睡觉，等着你呢，赶紧去哄哄她，她还怀着孕呢。啥玩意？我怎么又多了一个老婆？等我明天再来，是不是连儿子都有了？我没有理他们，直接走进厕所，3下5除2把镜子卸下来，擦去上面的雾气，直接对着假爸假妈。假爸妈尖叫一声，夺门而出。假老婆听到动静，刚开门就撞了个正着，也是尖叫一声，跑得比兔子都快。这下总算是把这群吓人的玩意给赶走了。我坐在沙发上等着维修工来，突然坤哥一个语音电话打了过来。你有没有发现隐藏规则？坤哥在电话里继续说道，我昨天晚上去了趟餐厅，在餐厅厕所里得到了隐藏规则：一、餐厅厕所可以在晚上庇护居民；二、餐厅肉类都是在超市里买的，蔬菜也是，虽然超市里的菜不新鲜；三、餐厅不会在晚上营业期间关门，超市也不会；四、肉类有特殊的味道，餐厅不储存；五、白天所有人都在后厨忙碌，超市老板也会来帮忙。听坤哥说完后，我把自己从镜子和门卫室里得到的规则也同步给他。知道消息后，我感觉我们今晚能逃出去。我有些疑惑，毕竟按照推测，第4天晚上食物才断供，餐厅和超市的东西吃完需不需要进货？餐厅厕所的规则说营业期间不会关门，如果是正确规则，说明大雾7日里不会闭店，也就是说会一直营业。我恍然大悟，要一直营业，就会在前一天出去进货，我们则可以通过跟着进货的车逃出去。餐厅的人白天忙，超市只有老板一人，还会来帮忙。那么进货时间应该是在晚上，不过超市和餐厅都会出去进货。我们应该选哪一方？我也不知道，目前线索不多。今晚1小时探查，超市有没有隐藏线索？晚上可以去看看。好，你可要快点，今晚超市只能进10个人。先不说了，我得等门卫过来修门锁挂了。下午2点半，门卫准时敲门，打开房门，门口站着2位长相一模一样的门卫，他们2个憨笑一下，嘴角的弧度都一样。2人提着工具箱，异口同声地说道：“只有哥哥修的门，外面的人才打不开。弟弟修的门会被打开啊！你必须找出哪个是哥哥，哪个是弟弟。”我一脸懵逼，看来又是解谜游戏了呗。父母偏爱弟弟，
所以弟弟总是有用不完的螺丝刀。哥哥会挣钱，收入高，自己能买很多的扳手，不过外面的螺丝刀很贵，哥哥总是去找弟弟交换螺丝刀，但是哥哥比较贪心，总是拿用过的扳手交换，还顺走了不少螺丝钉。请问哪个是哥哥，哪个是弟弟？我有点云里雾里，看着他们一模一样的维修工具，毫无头绪。哥哥为什么要拿用过一次的扳手交换？是因为哥哥比较小气吗？他是哥哥，因为收入高，才戴得起大金链子、小金表。这兄弟俩也没说对不对，只是表情略带着无语。被我指到的那位拿着工具，瞬间就把房门给修好了，然后两兄弟又瞬间在我眼前消失。我愣了一下后，把门关上，心里有点没底。这要是猜错了，就完犊子了。例行敲门排查。你好，楼下反映你们楼上漏水，开门核查一下。刚准备往厕所跑，动静就消失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以往敲几下没人回应就走了，难道是我猜错了？我回头看了一眼，门上凹凸不平。虽然门锁是真的修好了，但是这力气也太大了吧！要是再过几天，这门也挡不住了。我打了个寒战，必须尽快离开这里。到了晚上，我火速跑到超市，果不其然，门口规则再次发生了变动。超市只能供应10人的食物，先到先得。坤哥早早的就在门口等着我，看到我不断招手。你今天怎么这么慢？从维修工得到些什么？隐藏规则吗？我摇摇头，没有，只讲了个不知所云的故事。听完我的讲述，他也是愁眉苦脸的，线索不够，看来只能看看能不能找到超市里的隐藏规则吧。我们两个将超市转了一圈又一圈，正在不知所措之际，坤哥突然用胳膊碰了下我。我顺着看向老板面前的电脑，瞬间我明白了坤哥的意思。我拿出藏在衣服里的镜子照向老板，看到镜子，老板顿时浑身发抖，夺门而出，连店面都不要了。牛啊，大兄弟，我都没想到把镜子拆下来这招。边说坤哥一边看向电脑，桌面上放着进货表，5月21日250斤，22日540斤。看来晚上12点超市就会去进货。我俩对视一眼，满脸欣喜。我们应该可以出去了，要不要把消息告诉另外2个人？说吧，要是信就一起走，不信就算了。坤哥点点头，随即我们便把逃出去的计划和方法发在群上，尽量劝说他们一起离开这里。不过没有得到回复，那2人还是没来。防护时间只剩下20分钟。这时群里也发来消息，谢谢你们的好意，我觉得还是等7天后大雾消散时比较安全。我在餐厅得到了隐藏规则，超市和餐厅都不会闭店，现在还有时间，你们如果想回来的话还来得及。我也得到了隐藏规则，闭店期间不仅餐厅不能有人，超市也不能待，不然会被门卫室里的人抓走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祝我们好运。我和坤哥还是想再争取一下，但是最终还是被2人拒绝了。没办法，今晚我们2个决定放手一搏。临走前，我们检查了下电脑，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线索。电脑下压着一张纸，我抽了出来，发现是一张送货单。5月21日12点，泡面30箱，火腿肠10箱。5月22日12点，泡面20箱，火腿5箱。我仔细端详着，顿时生出冷汗。快走，我们猜错了。餐厅的货车才是出去的。坤哥一脸懵逼，但还是跟着我跑了出去。我边跑边解释，那超市里进菜会进一些不新鲜的吗？坤哥还是懵逼的状态，我只好继续解释。今天从那2个维修工讲的话，我一直在想，他们肯定也遵循着某些既定的规则。拿餐厅和超市对比，这2个相当于哥哥和弟弟的关系。餐厅可以看作是哥哥，那么扳手就类似于蔬菜，而弟弟是超市，螺丝刀则是肉类。父母偏心弟弟，总是给弟弟螺丝刀，而哥哥只能出去买扳手。就是在说，在小区里死去的人都会被做成怪物的食物，然后配送到超市里。那么出去外面进货的就只有餐厅。哥哥把用了1次的扳手给弟弟带走了。螺丝刀和螺丝钉类比过来，就是餐厅把放了1天的菜给超市。
换取肉和肉包子。那张外来送货单表明，超市里的方便面、火腿肠等零食全都是外面在中午给送过来的，所以说超市根本不会出去进货，要去也是去屠宰场。奶奶的，差点被骗了！我们连忙往餐厅跑，在防护时间最后1秒，顺利躲进餐厅卫生间的隔间里。每个隔间里面都有一套新的防护服，我们2个躲在里面，大气不敢出。终于，外面的喇叭声打破了寂静。车来了，我们谨慎地走出去。餐厅里面一个人也没有，雾气越来越浓了，货车的灯光只能透出一点。我俩悄悄爬上货车的后厢，对视一眼，是死是活就看今天的定数了。车子轰隆隆启动，我们2人都有点犯困，也是这几天过得那么提心吊胆的。想到终于能逃出这该死的小区，前所未有的安全感让人整个放松下来。朦朦胧胧中，突然一阵嘈杂的响声将我们惊醒。我们从监控里看到，你们深夜还在外面溜达，别挣扎了，跟我们回去吧。说完，2人便慢慢逼近我们。我们深知，一旦被他们抓到，就基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既然离逃出去只差1步，那只能奋起反抗了。我和坤哥对视一眼，然后迅速行动。坤哥一个铁山靠将门卫压住，我掏出镜子对着他们输出。2个门卫浑身发软，已经没了反抗的力气。我俩一脚将他们踢下车厢，2道黑烟从身体中脱离，然后凝聚成一个整体。不过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们远去。本以为终于可以安心了，还没等我们喘口气，没想到那个怪物竟然不断壮大，似乎是吸收了周围的黑雾，有点不妙。下一秒，怪物身体直接爆开，一股强烈的气流瞬间炸裂，将我们连人带车一起掀飞。我俩被震得眼前一黑，失去了意识。醒醒，醒醒！你们怎么回事？怎么睡在车顶上？我被晃醒，许久没见过灿烂的阳光，照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，半晌才缓过来，耳边全是司机辩解的声音。俺就是个收棉花的，也不知道他俩是怎么上来的。俺真的没有违规拉人啊，俺都是30多年老司机了，不会连这点法律意识都没有的。我和坤哥对视一眼，欣喜若狂。出来了，我们活下来了。我们解释说，我们喝醉了，有点模糊，什么事都不知道。反正这事说出去也没人会信，反倒会被当成神经病。随后我打了个出租车回家。出租车司机听到我要去的地方，有点惊讶。那里前些天可是出了重大事故的，都上新闻了。整个小区天然气管道严重老化，发生泄漏爆炸，伤亡很是惨重，基本无人生还。里面该不会有你们的亲人吧？节哀年轻人，我和坤哥都愣住了。那我们前几天经历的是怎么回事？就算是做梦，也不可能2人同时做一样的梦吧？不过无论是大雾还是事故，至少我们逃出来了。不管了，我和坤哥都靠坐在出租车上休息，我们都没发现出租车外面又缓缓升了一层雾，一场从未见过的大雾。